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站在面相学的角度来看，长寿的人在面相上具有某些相同的特征，所以人们如果想要了解自身的健康运势，那么就可以寻找专业靠谱的人认真分析一下面相。但是需要注意的是，寿命涉及到了天机，所以不能够经常去算寿命，以免其中的变故徒增金句忧愁。当然，如果只是自己认真去钻研相学知识，并且自己给自己默默分析的话，不用嘴巴到处的张扬，那么问题就不大。下面就跟大佬来具体了解一下长寿的面相特征。1. 眉毛长垂。眉毛在相学中称之为保寿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寿命长短。相书中有云，眉毛长垂，长寿无疑。如果一个人的眉毛长得较长，且眉尾下垂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较好，脾气非常的温和，凡事与人为善，不喜欢与人发生争斗，讲究以和为贵，所以与周围的人和家人的关系都非常的好，心态好，不喜欢动怒者，一般身体健康，容易长寿。2. 耳朵轮廓分明，耳门宽大。耳朵为肾之外窍，代表着一个人的肾气健康，对人的寿命长短有着很大的影响。如果一个人的耳朵长得轮廓清晰分明，耳门宽大的话，这种人一般肾气充足，身体健康，而且智力较高，心胸也比较的开阔，心态乐观而积极，凡事看得比较开，不喜欢与人斤斤计较，属于典型的长寿之相。3. 眼睛有神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儿，既可以看出一个人外在的精神状态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内在的心理状态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睛看上去炯炯有神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是头脑聪明，心胸开阔，心态阳光而积极，性格坚韧，做事积极，善于处理身边的人际关系，身边的朋友和贵气比较多，非常的讨人喜欢，体内元气充足，身体健康，容易长寿。4. 鼻子饱满端正，鼻梁骨不塌陷。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性、心性和自我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自信心和自尊心。鼻梁的山根稍下方也称为年寿或者是鹤脊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寿命状况。相书中有云，年寿隆起者寿，这种人大多心态乐观自信，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他们，遇事不慌乱，心态非常的镇定，一生长寿而富贵。5. 人中身长。人中即是鼻子与嘴巴之间的沟渠部位，在相学中也称寿堂或子庭，代表着一个人的生命力和子孙运。在相书神相全编中写道，人中深而长者长寿。此处为面部经络的流经之所，此处长得身长而开阔的人大多肾气充足，身体素质较好，生育力也比较强，一生多子多福，而且心态平和，不喜欢生气发怒，容易长寿。6. 牙齿整齐坚固。牙齿为肾的花朵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。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长得整齐而坚固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肾气充足，骨气充沛，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精神头非常足，精力充沛，很有活力，做事主动而积极，性格坚毅，很有主见和魄力，不喜欢犹犹豫豫，唯唯诺诺，意志力坚韧，决定的事情就不易轻易的动摇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一生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。在太照神经中也有这样的描述，齿排齐坚固者为长寿。其鼻子饱满，鼻子也称为财帛宫。如果一个人的鼻子没有任何疤痕或者是痣，也没有杂乱的纹路，饱满又光亮，除了表明他们的财运比较的顺遂之外，健康运势也很不错，从小到大体质都很好，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，年老之时身自骨硬朗，会健康又长寿。8. 人中清晰顺畅。如果一个人的人中呈饱满沟渠状，又长又宽，轮廓清晰，那么在面相中也说明他们的肾气很足，身体也特别的健康，平日里几乎只有小灾小病，其抵抗力和免疫力都特别强悍，即便是不去医院也能够很快的恢复健康。9. 法令纹较深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大多数人都会出现法令纹，如果中年之时法令纹看起来比较深，而且长度还超过了嘴角，那么说明是长寿之命，在接下来的人生中可以健健康康，幸福无忧，不管是身体疾病还是意外事故都不会轻易发生。10. 耳垂丰满。如果一个人耳朵特别大，而且耳朵看起来非常圆润和丰满，最好呈现出双耳贴的模样，那么这类人的健康运势会一直呈现出上升的趋势，哪怕到了年老的时刻，
与同龄人相比起来，他们还是会看起来特别的年轻和健康。11. 嘴唇红润，嘴唇厚实红润的人，说明血液健康有活力，供血能力特别强。血液是维系人体生存的根基，如果能够拥有健康的血液，那么健康运势则表现得特别不错。而且嘴唇红润也能够说明这类人是有福气之人，一辈子衣食无忧，不需要操心钱财方面的事情。12. 下巴圆润，下巴圆润棱角不锋利的人，不但健康运势旺盛，其他方面的运势也相当不错。有这种面相的人大多是心地善良，为人诚恳，很喜欢帮助别人，这样肯定能够不断的积攒福德，在上天的庇佑下，必然能够健康长寿。13. 鼻子挺直，鼻孔不外露，鼻子是人的财帛宫，也是代表人身体健康的程度。如果人的鼻子丰满端正，且鼻梁挺直，鼻梁骨不塌陷，那么表示这样的鼻子是长寿之象。但是如果人的鼻子短小，鼻孔外翻，且鼻梁几节塌陷的话，那么表示这样的人寿命一般都不会太长。14. 长脸，三庭匀称，脸部要长，五官的三庭比例要均衡，额头至眉毛为上庭，眉毛至鼻子为中庭，鼻子以下为下庭。如果脸长，三庭比例平均者，属于长寿之人。三庭中如果中下两庭偏长，也属于长寿之命。若中庭短促，或下庭短促，或中庭偏长，上下短促者，均不属于长寿之命。15. 眼睛长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想法。眼睛也是富贵之所，眼睛相离好一分，运势就会好10分。如果相里离不开眼睛的美丽，眼睛就属于人的心。相里中吉祥富贵之眼，首先就是眼睛要长，长眼者眼睛亮有神，血气足，人的寿命离不开气血的运行，所以眼长者寿命也长。16. 鼻子长，鼻子为中岳嵩山，鼻子不长，五岳四合就不通。命里五行流通者富贵长寿，相里五岳四合贯通者命运亨通，福气厚重，福禄高寿之命。17. 耳朵长，耳朵代表着肾脏肾经，耳朵高者肾高，耳朵低者肾低，耳朵大者肾大，耳朵小者肾小，耳朵尖者肾尖，耳朵软者肾弱，耳朵薄者肾虚，耳朵长者肾功能好，肾气足，肾乃先天之本，肾精足，身体强壮，寿命长。18. 相条，向下双涛成夜履，此是人间寿星魂，说的就是相条。脖子有双条横竖者皆是也。相条生出来，不论是岁数早晚，只要有相条，均代表着长寿。19. 夜槽，人过60岁，晚上睡觉流口水，称之为夜槽；白天流口水者为脾胃虚寒。相术曰：长寿者，相条不如夜槽，可见夜槽被视为高寿的重要标准。20. 毫毛，眼眉耳穴长出毛，我们要注意。书云：20生毛30死，40生毛命寿长。40岁后眉毛长出一条很长的毛，玄学称毫毛，这是长寿之象。耳穴长出毛，情况亦是一样。善心的体相学家会提醒大家，不要随便把毫毛拔掉，反而是感激生命的力量，自己好好行善，生命越长，善事越多做。21. 地格方圆，脸的中下部发育完美，地格自然是稍微圆润且往前翘，那多主长寿之象。完美的下巴则表示晚年身体健康，心情开朗。到寿命，可能有些人会说，一个人一个命，有的人能活很长的时间，是个长寿老人，过了100岁依然精神矍铄的大有人在。当然也有一些人短命，寿命终止时间很短，这样的就属于英年早逝了。长寿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很热议的一个话题，很多人都希望自己长命100岁的，而我们的面相和寿命也是有关联的。那么什么面相的人会更容易长寿呢？大佬今天给大家分析分析。1. 颧骨又高又大。颧骨这个名字很官方，若说是苹果肌，广大青年就知道了。颧骨是我们面部高起的部分，就是眼睛下方那里。颧骨高说明骨头的发育很好，骨骼坚硬，有助于长寿。
有古书记载，颧骨是骨的根本，颧骨大，骨头就大；颧骨小，骨头就小。当然，颧骨大只是一种长寿的象征，具体还是要因人而异的。2. 喘息不稳则长寿。喘息不稳实际就是归息，如同乌龟一样，听不到喘息的声音。归息心境脉细平稳，有良好的心态，能够沉住气。心境好，灵时就不生气上火，体内五行运行流畅，小宇宙顺畅，气场强大，所以自然能感悟自然，顺势生发，能获得长寿。3. 齿坚密则长寿。太乙照神经中说，齿排齐坚固者为长寿。牙齿排列的整齐，而且坚固不动摇，这样的人可以长寿。齿密则骨坚，骨头坚硬则髓满，一生血生筋，精血充盈则神足。而牙齿坚密能撕咬食物，可以满足身体的营养供应，能吃能喝需要一口好牙齿。4. 长脸三庭匀称。脸部要长，五官的三庭比例要匀称，额头至眉毛为上庭，眉毛至鼻子为中庭，鼻子以下为下庭。如果脸长，三庭比例平均者，属于长寿之人。三庭中，如果中下两庭偏长，也属于长寿之命。若中庭短促或下庭短促，或中庭偏长上下短促者，均不属于长寿之命。5. 眼睛长。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内心想法。眼睛也是富贵之所，眼睛相里好一分，运势就会好10分。好的相里离不开眼睛的美丽，眼睛就属于人的心。相里中的吉祥富贵之眼，首先就是眼睛要长。长眼者精亮有神，血气足，人的寿命离不开气血的运行，所以眼长者寿命也长。6. 目光有神。通过一个人的眼睛，可以观察出这个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如何。一个人的眼中之神是随着身体健康情况来发生变化的，所以若一个人的眼睛炯炯有神，他的目光看着就有一股元气满满的活力，非常有神的，这样的人精神气很佳，给周围的人也会感染到元气满满的状态。这种人自然的所有事都会比较顺畅，长寿也是必然的。7. 寿眉，眉毛长。相术曰：藏精于骨，现精于眉。发者血之余，眉者血之苗，精之源。因此，一个人的健康寿元，从眉毛相里就能找出答案。眉毛长者精气神足，身体健康，是长寿的基础。若43岁至52岁左右，眉毛中长出几根特别长的眉毛，属于寿眉，代表着精力旺盛，寿命长久。8. 鼻子长。鼻子为中岳松山，鼻子不长，5岳4合就不通。命里五行流通者富贵长寿，相里5岳4合贯通者命运亨通，福气厚重，福禄高寿之命。9. 耳朵长。耳朵代表肾脏肾经，耳朵高者肾高，耳朵低者肾低，耳朵大者肾大，耳朵小者肾小，耳朵尖者肾尖，耳朵软者肾弱，耳朵薄者肾虚，耳朵长者肾功能好，肾气足。肾乃先天之本，肾精足，身强体壮，寿命长。10. 耳大而红润。耳朵与人的肾脏关系密切，也是代表肾脏功能的重要指示窗。如果你的耳朵大而长，且轮廓分明，耳垂有厚厚的贴肉，肉色红润，那说明你的肾功能比较强劲，身体素质较好，比较容易长寿。11. 人中长。整个面相，人中始终代表着人的寿命长短。人中忌讳短促平曲，男命人中无虚，忌讳没有棱角。人中并没有衡量长短的标准，不过人中的长短一定要结合整个面部来定。
一般来说，人中必须要棱角分明而且深，正面可以看清楚人中的情况，长度偏长、偏宽、有肉都视为长寿之人。12. 双法令纹。法令纹是在鼻翼边延伸而下的两条纹路，若左右法令纹出现两条，则称为寿带，属于长寿的象征。13. 耳内有寿毛。人过40，耳内长出黑色的毛发，称之为寿毛，主长寿过百。耳内有黑痣者，也代表长寿。相术论，长寿耳毫不如眉寿，寿眉不如相条，相条不如叶草。不管怎么说，以上都属于长寿象征。14. 相条。向下双笛成一缕，此是人间寿星魄，说的就是相条。脖子有两条竖纹者，皆是也。相条生出来，不论岁数早晚，只要有相条，均代表着长寿。15. 夜槽。人过60岁，晚上睡觉流口水，称之为夜槽。白天流口水者，为脾胃虚寒。相术曰，长寿者相条不如夜槽，可见夜槽被视为高寿的重要标准。一般情况下，以上特征能中3个以上的都比较长寿。如果没有以上这些面相特征，通过调整布局家居风水，也能提升自身的健康运，使自己更加长寿。大佬接下来教大家5种方法。1. 处理到没用的东西，驱除负能量气场。父母年纪大了，一方面是出于爱惜东西，另一方面也是有恋旧心理，所以不喜欢处理老旧物品。天长日久，老人们住的屋子积累了很多东西，把屋子都快堆满了，有时候还会发出一些不舒服的气味，这样容易藏污纳垢，不利于老人健康。2. 给家里摆放一些生命力旺盛的绿植。生命力旺盛的绿植在改善居室环境的同时，也给父母增加了很多生机。而且照顾修剪绿植，既可让父母怡情，还可让父母多些锻炼。绿植的生气是老人所需要的，也给老人增添了生命的乐趣。3. 用明亮灯光点亮父母心中的希望。随着年龄的增加，父母的视力逐渐下降，经常有看不清楚东西的情形，所以不妨给父母换上亮度较高的灯，使父母的生活更方便，驱除心中的一些阴影，对孩子对未来充满希望。4. 挑选更换床上用品、窗帘。父母卧室中的床上用品、窗帘有多久没有更换新的了？你留意过吗？为父母挑选色调淡雅、温馨的被单、床罩、窗帘，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家。父母辈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后，不再追求奢华的感觉，更愿意安享晚年，沉稳宁静。朴素平和的色彩比较适合老人的心境，但难免有些温馨不足，所以用自己年轻的心态帮助父母装点他们的卧室，对父母会是很大的安慰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所选色彩最好是结合父母命里所喜，这样才会更有利父母的健康平安。5. 摆放一些寓意吉祥的装饰品，增强家中的正能量。心理调节对老人来说更有特殊的意义，寓意吉祥的物品在风水上产生的积极作用，对父母的身心健康很有利。比方说松鹤延年、福如东海、事事如意、福禄万代等寓意健康、长寿、平安的书画装饰物，摆放在父母房间，一方面可以让父母感受到你的孝心，另一方面吉祥气场也有助于父母。当然，除了面相和风水会影响人的寿命外，如果想要长寿，还需要注意自身的心态，心态都非常好，容易满足，对一切都看得开，不把怨气埋在心里，这样的人自然活得长久。大家可能在生活中也遇到过，有些人在20-30岁的时候就因为各种原因去世了，在这个社会也算得上是夭折了吧。20-30岁的人正是人生的好时光，
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，但他们却因为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，早早地离开了人世间。有的人甚至还没有结婚，没有留下自己的下一代，这样只会给父母带来无限的伤悲。白发人送黑发人，这是人生最大的痛苦。那么从面相上分析，怎么看一个人的寿命长短呢？大佬今天来告诉你。一、看眼神。眼中之神随着健康情况而变化，眼中神足者健康状况良好，遇小病也能很快康复。短寿之人眼神滞呆、散落、飘散，或是迎风流泪，两眼暗淡无光，无神采，无生机，眼泡淤肿，似深秋草木之衰竭，如溪流之干涸，常给人似睡非睡的感觉。二、看眉心。眉心即为印堂，在面相中，印堂为命宫之所在。如果两眉毛相交，好似油盐似的一节一节的形状，眉毛侵入印堂，就是短寿的相格，预示其人很可能活不过40岁，而且妨害妻子和儿女，破财。眉心印堂处有任何纹痕，都会影响健康。如果带青色而且杂乱，也是短寿的征兆。三、看鼻子。在面相中，鼻梁上部到山根位置称为极恶宫，此部位饱满高耸，直贯印堂者，先天体质优越，一生较少生病，偶尔有病也很快康复。假如此处生的低陷、断裂、尖削，有乱纹或痣痕，往往身体欠佳，容易生病，属于先天体质弱者。如果两耳、人中及下巴生的相格良好的话，即使极恶宫不佳，也不会影响长寿，只表示一生中健康状况不稳定，时常生病，略影响生活质量而已。四、看耳朵。肾开窍于耳，肾是生命活力的发动机，是先天之本。耳相生的形质厚而大，耳垂肥大，色泽红润，紧贴大脑，主肾功能完好发达，精力旺盛，为长寿之象。反之，假如两耳枯槁、瘦小、肉薄，耳垂小，两耳色泽如灰或带黑色，主寿限不长。不过相不独占，还要配合面部的其他部位综合来看，不能单凭此点下结论。五、看人中。中医认为，人中是任督二脉的交汇之点，是奇经八脉的总纲，统帅人体的阴阳二气。因此，人中是人体的要害部位之一，是阴阳之气平衡的总枢纽。此部位主子女和寿命。人中身长阔的健康长寿者多，反之短浅细的体弱短寿者多。假如人中生得浅而短，或者几乎从正面看不到人中，其人一定寿命不长。六、看法令。法令位处鼻翼两旁，看起来只是两条普通的纹理，但却代表了一个人的威信、名誉、晚年运势和寿元。法令越长，寿命也越长。法令长不到嘴角，必然短寿。法令正好与两嘴角齐，不被饿死，也因食道方面的疾病致死。若在中年以后，法令仍然未见增长，甚至不过口，一般代表短寿。流年56至57岁的运势更见反复，即使寿元能过60，晚年运势亦恐不佳。不过，一个人即使法令纹深长，若其印堂暗淡无光，口型欠佳，唇色暗黑，仍然是好运难求，事业难成。若法令末端向嘴唇下的位置屈入，形如包围着口部之状，亦主凶。晚年生活艰苦，亦有大病小痛缠身，运至70左右，更有生命之虞。七、看下巴。看一个人的寿命长短，往往先看两耳、人中、极恶宫。假如这三者中有两条不符合长寿的标准，则此人的下巴一定是短促尖削的，而且水星、地格等部位低陷而狭窄。
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一是晚景不佳，晚年运势破败；二是难以长寿，寿元不高。8. 看整个面部气色。富态之人的面部润泽，油光锃亮，或者是白里透红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容光焕发，面部肌肉结实而有弹性。短寿之人面色灰暗，满面晦气，其面部肌肉松弛臃肿，而且通常都不太干净，要么布满雀斑，要么遏至星罗棋布，痣有吉凶之别，黑色和红色的痣为吉，青色、黄色、咖啡色、紫色等等颜色的痣为凶。痣的位置也有吉凶，短寿之人的痣常常长在两嘴角的上方，或者长在人中里，并且比较大。通过观察以上8点面相的吉凶，就可以看出人的先天寿命长短。那么短寿的人具体有哪些面相特征呢？大佬接下来具体为大家介绍一下。1. 眼白过多。眼白过多是不太健康的表现，拥有这样面相特征的人，他们的肝气、肾脏都容易出现问题，在生活中的健康运势也非常不好，总是容易被一些疾病烦扰着。因而我们可以说，眼白过多面相的人确实属于是一大短命鬼的特征。2. 山根凹陷。山根为年寿，这个部位的面相关系着个人的身体健康，同时也反映了个人的寿命长短。山根饱满、丰隆、无瑕，这样的面相是年寿长的表现。通常来说，拥有这样面相特征的人，他们的个人运势、健康、寿命都很长，身体素质也很好。但如果一个人的山根凹陷，又或者山根部位有疤痕、横纹、恶痣等，这样的面相会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寿命，导致该人成为一个短命之人。3. 声音沙哑。有些人的声音天生就十分的沙哑，说话也总是有气无力的样子，而有这些面相特征的人，也是注定要成为短命的人。要知道，声音的面相也充分地反映了一个人的精气元神。声音沙哑、有气无力，这很明显就是精力不足的表现，也是身体健康差的表现，因而该人多半活不长。4. 唇部包齿。所谓的唇部包齿，指的是一个人的牙齿向外突出，形成了龅牙的面相，而龅牙本身是一种牙齿畸形，并且拥有这样面相特征的人，一般都很容易成为短命鬼。5. 眼睛无神。人的眼睛是大是小，这对于寿命并没有什么关系，但人的眼睛有神或无神，这当中的关系可就大了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有神，至少说明该人运势亨通，身体健康。但如果一个人的眼睛无神，那么这种眼睛面相的人，想来也只能是一个短命鬼。6. 天中凹陷。天中指的是天庭的中间部位，也就是我们额头最中间的位置。这个部位的面相密切关系着一个人的寿命与健康。根据面相学上的说法，天中凹陷的人是极其容易短命的，该人多半活不了多久。7. 印堂发黑。对于印堂发黑，其实我们是很熟悉的，听起来不好听，而其本身也是非常不好的面相特征。这样的面相意味着灾难即将要来临，也说明了一个人的运势非常差。通常来讲，印堂发黑面相的人容易遭遇飞来横祸，因而难以长寿，只能短命。8. 人中短平。人中短平，平的没有棱，距离短的看不见，那么这都是短命之相。人中短平的人从小就很娇气，为人也很小气，再加上人中太平，先天肾气不足，是一个缺少管束的一个人，甚至连自己的性子都驾驭不了，生活很随意，总是该吃不吃，该睡不睡，最后弄得自己身体健康遭殃，寿命自然不会长。9. 印堂凹陷。一个人的印堂饱满有光泽，那么这个人的运势会很不错，且寿元佳，能够长命百岁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印堂凹陷或者暗淡、发青发黑，
那么这个人就需要注意了，运势会很不好，身体健康容易受损，做事总会事事不顺。如果一旦有些特征，那么凡事一定要多注意，否则就会容易出事。10. 耳轮枯黄。耳朵是肾根，先天之本。一个人的耳朵形状生得不好没关系，只是说明小时候出生比较差，吃过苦。但是如果耳朵的气色不好，那么就是先天肾气不足。一个人一旦肾气枯萎，那么整个人就会虚脱，生命力就没有那么顽强。耳朵黑暗枯黄，血不足润，则肾水不能养命，就会缩短寿命。其实人的寿命受很多因素的影响，除了先天的气数之外，还有一些非定数的因素，如持续作恶会缩短寿命，处处行善则可延长寿命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愿您时时心清静，日日是吉祥，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